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刃牙的最新一话。多利安来德川家找茬，反被克斯一招阴得浑身冒火，但可惜小年轻还是没有老阴逼瘾。眼看着多利安被烧得浑身冒烟，倒地不起，众人商量着先把人送医院去，却没想到多利安一招旱地拔葱，猛地抱起，一脚把离他最近的猎蹬了出去，瞪大眼睛，从嘴里喷出一大股烟雾，然后狂笑着撕开了自己身上的衣裳。他居然还想打！独步看着自己的断臂就要上去迎战，却被自己的儿子拦了下来，说还有人想上。从门口走来一个人，正是克斯的师傅加藤。加藤趁和独步打个招呼的功夫，挥起一肘直击多利安腹部。多利安吃痛弯下腰，加藤又是一拳，直接朝着人中要害，居然还搞偷袭，干得漂亮！多利安勉强撑住，蹲在地上，伸出扫堂腿，猛地朝加藤袭去。加藤早有应对，轻松躲开，然后一手撑刀，直接切下了多利安的左耳。多利安呆呆地看着掉在自己手里的耳朵，想不到自己居然还不是最阴的那个。原来加藤在手里藏了一根钓鱼用的天蚕丝，能够轻松切下别人的耳朵鼻子。独步看不上加藤的作风，但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胳膊肘也跟着往外拐。克斯认为这种丝毫不担心自己的荣誉和名声受损的人才更加的适合神心会。独步非常不认同，他直接一脚踹在了动弹不得的多利安腰上，要教他们好好认识一下神心会的神学。众人还没来得及惊讶独步居然会袭击已经战败的对手，就发现克斯和加藤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看不见的钢琴线捆在了一起。多利安从鞋子里掏出缠着钢琴线的火机，紧紧一拽，钢琴线立刻收紧，瞬间就把两人勒得动弹不得，细线割伤了皮肤，眼看就要把两人直接切碎。独步以手撑刀，一击砍断了细小的钢琴线。空手道就是将手足化为武器，他的手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练，早已变成了锋利的刀锋。赤手空拳为主旨的武道才是真正的空手道。就在此时，多利安突然嚎叫着从嘴里吐出了一颗手榴弹，谁都没来得及反应之前，拉开保险迅速引爆，整间屋子都被可怕的爆炸照亮。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地板和屋顶都破了一个大洞。德川安然无恙，爆炸的前一秒有人把他扔了出去，但等他回过神来，所有人都不见了。画面一转，多利安裹着床单走在街上，然后拐进了一条漆黑的小巷，掀开下水道井盖钻了进去。原来这里是他居住的秘密基地。刚包扎完伤口，不速之客就登门找茬了。不过一看来的人是加藤，多利安明显失望，直言加藤就是个菜鸡。加藤一听老东西瞧不起谁呢，当场对着多利安就是一脚，没想到踢空了。多利安以极快的速度来到加藤面前，挥起一拳，轰得加藤飞出好几米。多利安用的居然是中国拳法，而且在德川家的时候他保留了实力，准备逃走。论单打独斗，加藤根本就不是对手。多利安踩碎了地上的空酒瓶，用抹了润滑油脂的手沾满了碎玻璃渣，摆出了战斗姿态，但同样的玻璃渣会扎进他的手里。不过多利安丝毫不在乎，加藤抓起身边的铁桶就向多利安踹去。多利安双目发红，直接抱起一拳将铁桶砸向加藤。要不是加藤躲闪及时，就和现在开裂的墙壁一个下场。加藤紧接着又是飞起一脚，被多利安弯腰躲开，还顺便把加藤的脚底划得皮开肉绽。多利安笑他根本比不上独步。加藤没有生气，而是猛地将脚底的鲜血洒向多利安的眼睛，然后趁机冲了上去。没想到多利安眼睛都没眨一下，直接将手上的玻璃渣甩向加藤的脸，然后就是一记重重的毁容拳，打得加藤在地上滚了几圈后砸在了墙上。满脸是血的加藤脱下外套站了起来，再次朝着多利安发起了攻击。可惜两人实力相差实在太大，多利安就算是站着一动不动，加藤都没能对他造成伤害。多利安从身后掏出酒瓶，一下就给加藤开了瓢，紧接着又将手里的碎酒瓶插进了他的脸上，不断的旋转，顿时鲜血四溅。加藤惨叫着后退，脸上满是可怕的伤口。多利安拔出一根胡子一吹，锋利的毛发直接扎进了加藤的眼中。加藤捂着眼睛哀嚎。此时的多利安突然唱起了圣歌，对着加藤就是一顿拳脚，打得他鲜血四溅，就剩了半条命。但是加藤还没有认输，他顽强地爬了起来，双手紧握着8个空酒瓶。对于独步来说，空手就是道，但对于他来说，空手就是道具。说着，加藤猛地踢碎了4个酒瓶，将玻璃渣一股脑地扬向多利安，然后趁机一脚踹在了他的脸上，紧接着抓住机会又是2拳，打得多利安节节后退。这时多利安猛地一拍手掌，惊得加藤放慢了攻击，随后反应过来这是在吓唬人。加藤一招又一招，毫不留情地踹向多利安，竟然把多利安这位壮汉打得痛苦求饶。加藤又是一击，直接戳瞎了多利安的双眼，胜利的喜悦让他仰头大笑，他居然真的打败了多利安。拍掌声再一次响起，狂笑的加藤面前一阵扭曲，面前的人居然凭空消失了。下一秒，多利安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他的身后。原来加藤刚才中了多利安的催眠术，一心求胜的他很容易就被控制了，在想象中创造了一个弱小的对手，将其打败。多利安的拍手就是催眠的信号。加藤见状，偷偷掏出天蚕丝就要反击。多利安先他一步，一脚踹向他的脑袋，然后掏出自己的钢琴线套住加藤的脖子，用力一拽，加藤的鲜血喷涌而出，倒在地上闭上了眼睛。第2天
前的神行道馆，专注训练的厉海王突然发现了沙袋的不对劲，结果打开一看，被装进里面的正是遍体鳞伤的加藤。众人立刻将其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场子被砸得渣都不剩。加藤现在就吊着一口气，神星会这回彻底炸了。克斯立刻召开会议，宣布此事，发动全员之力找到多利安为加藤报仇。说起神星会，它虽然是个武道组织，但是规模十分的庞大，有超过6000个分部，100万的成员，潜藏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多利安乔装出去吃个饭都能被人认出来，就连做个出租司机都是神星会的。无数辆车跟在了他的身后，汽车、卡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上面坐的全是神星会的成员，而他们来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对他复仇。车队护送着多利安在一处游乐园门口停了下来，里面有人在等着他。当然，这座游乐园也是神星会的。多利安在临走前对送台来的司机提出了对战作为谢礼，但不管司机如何进攻，都没能让多利安移动分毫。他飞起一脚就将司机踹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众人很快明白，多利安跟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游乐园的小丑接待了多利安，还带他体验童年的快乐。正当多利安在游乐设施上玩得正嗨的时候，一个比他还要高的光头壮汉突然出现，一把掀翻了多利安。来人正是加藤的同期同学阿后。阿后说着一拳就冲多利安的脑袋而去，多利安交叉双臂紧急抵挡，以牙还牙，一拳把阿后打出了鼻血，紧接着拔腿就跑。这操作看懵了阿后，想都不想就追了上去。多利安一路跑上了即将开动的过山车，一心想打败多利安的阿后想都不想就跟着跳了上去。云霄飞车杀人事件，这个我熟。两人都没有佩戴任何安全设备，多利安一上车瞬间挺直腰杆，回头阴森森地问阿后：“今天就算死在这里也无所谓是吗？”过山车缓慢地爬升到最高点，然后飞速下降。阿后大吼一声，先给自己壮胆，结果一睁眼，多利安人没了。阿后吓得浑身冷汗，一扭头，多利安就站在他的身后，勒住他的脖子，就是一招强人所难。阿后被勒得青筋暴起，飞车的颠簸让他成功摆脱束缚，在飞速运动还不断拐弯的飞车上，光是保持平衡都十分的困难，更别提动手打架。但是多利安却能直接跳到阿后的身上，对他挥舞着铁拳，趁着车过弯道，得以喘息的阿后想起了独步的教诲。空手道中有一种叫做3战的招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平衡感，其发源于过去海上战事频发的日本。因为战斗多半是在不稳定的船上进行的，所以只有能在船上稳稳站立的人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果然，重新调整姿态的阿后气沉丹田，2拳就将多利安打倒，扭转了战局。无论飞车再怎么拐弯，他的身体都没有丝毫的晃动。就在阿后得意之际，多利安突然暴起，抱着他直接跳下轨道。这段轨道离地足有100米之高，多利安居然要和他同归于尽。阿后大惊之下，急忙扭转身体，用多利安当肉垫，两人重重的摔在地上，又高高弹起。这个高度，就算是柯南摔下来也要出事。阿后瞬间七窍流血，再起不能。但没想到多利安只是流了点鼻血，又活蹦乱跳的站了起来，眼看着牛顿的棺材板就要压不住了。多利安掏出钢琴线，得意的解释他在落地的瞬间就将线吊在路灯上做了俯冲，才没有傻到直接落地。在多利安的狂笑中，炮灰阿后闭上了眼。果然，老阴逼就是老阴逼。多利安笑完一回头，克斯、烈海王以及独步一起出现在他的身后。像他这种毫无价值的人渣就不该出现在世界上。多利安看着烈，笑着问他：“你也认为我毫无价值吗？”烈神色复杂，良久之后朝着多利安抱拳行礼：“今日得见，荣幸之极。”多利安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居然会让这位中国拳师拱手相迎？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